2024年12月21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一架隶属美国海军的 FA-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遭到了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下属导弹巡洋舰格底斯堡号的误击，2名飞行成功跳伞，1人轻伤。同一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8枚巡航导弹和17架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了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并击落了一架 F-18战斗机。自从1983年投入使用以来 ，FA-18满打满算也就在战斗中损失过3次。如果真的是被友军打下来，那这还是头一回。不知道是因为太丢脸，还是正在内部加紧调查。美国中央司令部目前也并未透露更多细节。既然美国军方不愿意说，那今天就由我们代劳详细拆解一下这个事件，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到底是什么打下了这架大黄蜂？美国海军又是为何对这个事件如此遮遮掩掩？首先，我们从美国的说法出发，看看如果是误击会是怎么一个情况。目前虽然美国海军并未说明到底是葛斯迪堡号上的哪个武器击落了这架超级大黄蜂，但有一些新闻媒体宣称击落 FA-18的是美国海军的标准2型防空导弹。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另一个事件，那就是发生在1988年7月的伊朗航空665号航班空难。当时同样是提康德罗加级的文森斯号和另外2艘护卫舰结成护航编队，进入波斯湾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之护船。但在7月3日，文森斯号用2枚标准2防空导弹击落了伊朗航空665号航班。美国方面的解释是，文森斯号将这架客机误认为了伊朗空军的 F-14。虽然时至今日，关于这起空难仍然有着不少的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提康德罗加的敌我识别出了问题。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提康德罗加上的舰载计算机其实非常的不先进，但从性能上来说，可能还不如各位家里的路由器。第一批提康德罗加入列的时候，性能大致和同时期的80386相当，而最后一批的提康德罗加级上的电子系统，据说是用了主频不到1G 赫兹的 RISC 架构处理器。作为专用系统来说，当时这个性能其实还算够用。但是这次 F-18被击落的事件或许表明，越来越复杂的战场态势，提康德罗加年迈的心脏或许已经有些不堪重负了。如果跟不上现代化的 Link 16数据链，类似的问题以后还会再次发生。总之，不论如何，巡洋舰上的作战系统将这架 FA-18误认为是敌军，并且准备好用标准2把它打下来。那么问题来了， FA-18的飞行员难道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锁定了吗？可能还真没有。但这并不是飞行员的问题，问题出在标准2上了。查阅一些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格底斯堡号上安装的标准2应该是标准2 MR3B 型，这是目前提康德罗加级上的标配，一般是从马克41垂发上发射，其中的 MR 代表中程，射程大约在160千米左右。考虑到红海在也门附近的宽度，标准2导弹在射程上是完全够用的。标准2作为美国海军和美国盟友海军的主力防空导弹，被大量装备在各种类型的水面舰艇上。虽然在不同的船上，由于电子设备配置不同，导致标准2的引导模式有所差异，但它的工作原理基本上是相同的。从导弹发射到命中目标，标准2采用的是无线电数据链引导。在宙斯盾舰、DDG-1000 和其他非盾舰上，有不同的无线电数据链导引模式。我们主要来看宙斯盾舰上，也就是提康德罗加级上的标准2引导模式。宙斯盾使用 ANSPY-1 雷达，负责标准2的中继引导工作。具体到标准2上，则是使用了 S 波段的双向数据传输，既可以接收 SPY-1 雷达上传输过来的信息，例如舰上计算机得出的拦截点和飞行路径信息等，也可以向宙斯盾舰的 CIC 报告导弹自身的方位。由于标准2上自带的计算机足够先进，在极端情况下，宙斯盾舰可以将目标信息一次性发送到标准2上，由标准2自己计算拦截点和最佳飞行路线，通过惯性导航飞向目标。而在这个飞向目标的过程中，导弹是不需要和目标发生交互的，宙斯盾舰上的照射雷达也不需要在这个飞行过程中照射目标。那么我们具体到 FA-18的这个误伤事件上来，大家就不难发现，在导弹飞行的中段，战斗机的飞行员可能是完全得不到任何预警的。为什么说是可能呢？因为理论上来说，如果 FA-18 后座的武器官打开雷达，保持对空对海搜索的话，还是可以在雷达上看到飞过来的导弹的。这样来看，如果是应该保持警戒，但后座武器官开了个小差的话，跳伞之后轻伤的那个飞行员是被前座打伤的，也不是不可能。在导弹飞进目标后，
标准2主要靠半主动雷达照射提供末端的制导，根据照射方式的不同，分为连续波照射和间断连续波照射。美国的盾舰上一般使用的是连续波，只有到了这个时候 ，FA-18上的雷达告警接收器才会响。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留给飞行员反应的时间可能只有几秒钟。而且最缺德的是，提康德罗加上的标准2 MR3B 还包含了一个红外末端引导头。根据雷神公司的说法，侧装的红外引导头能够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大幅提升末端引导性能。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架大黄蜂真的是用标准2 MR3B 打下来的， FA-18的机组可能完全受不到任何预警，就算被标准2捅下来，不得不跳伞了。当然了，接下来还有几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标准2这玩意儿重达半吨多，被它盯上爆了的飞机，上面还能有飞行员幸存吗？这一点大家大可不必担心。虽然标准2大概有700公斤重，但其实战斗部所占的质量并不大，大部分还都是推进火箭的重量。目前互联网上的公开资料中并没有关于标准2杀伤范围的数据，不过倒是有一份雷神公司的资料，里面包含了一个标准2的爆炸测试照片。从照片中火球的大小，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标准2的杀伤半径大概也就是在20米左右，并不比响尾蛇和麻雀大太多。而且重点是，标准2的战斗部使用的是高爆破片，而不是空导弹上的连续杆，杀伤能力相对没那么强。只要被命中时的运气不是太差，飞行员还是有很大可能逃生的。标准2的事说完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提康德罗加级的上面可不止一种防空武器。去掉我们前面提到的标准2和增程标准2，还有标准3、标准6，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是击落 FA-18的凶手呢？甚至说，有没有可能是密集阵武器系统惹的祸？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其他防空导弹的说法。媒体选择标准2当罪魁祸首，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它有前科。伊朗航空的那个事就不说了，就在2024年2月，德国护卫舰黑森号在一次误击事件中，因识别问题向美国 MQ-9死神无人机发射了2枚标准2。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这2枚标准2导弹因为技术故障没有命中无人机，但这显然给我们如今的说法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至于说标准3、标准6，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标准3主要是拿来反弹道导弹的，标准6则不是中近距离防空的第一选择。末端使用主动和半主动雷达制导，留给大黄蜂的反应时间也比较长。当然了，要硬说是标准6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可能性远远小于标准2罢了。好吧，那既然不是这些导弹，有没有可能是近防武器系统，也就是密集阵把这架飞机打下来的呢？别说，还真有可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种情况，那就是这架 FA-18有没有可能是被密集阵近防系统打下来的呢？密集阵近防系统，或者说世界各国的类似的近程防御系统，都是作为舰船威胁的最后一道防线存在的。它的主体部分是一台 M61火神机炮，就是 F-16、F-15等战斗机上装的那种。这自然就造成了2个问题。第一，就是密集阵的射程短，它的有效范围一般只有1500米左右。要想打到 FA-18，除非是在飞机起降，或者是在低空掠过海面的过程中才行。但是一般来说，航母在起降作业的过程中，编队阵型都会散得比较开，而且一般来说，舰载机是不得飞越护航战舰的。离航母最近的护航船只也要有3-5海里那么远，除非是出现了一些很凑巧或者说很不巧的情况，不然密集阵是很难摸到大黄蜂的。不过，如果这架 FA-18真的很倒霉，进到了密集阵的攻击范围，被打下来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密集阵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模块。它自带雷达和火控系统，能够完成自动化的目标搜索、检测、跟踪、攻击和战果确认的全流程，无需武器士官的干预。作为战舰的最后一道防线，密集阵的这种工作逻辑也是很合理的。毕竟到了它工作的时候，来袭的导弹距离舰船可能也就10几秒钟，几乎没有留给舰上人员任何反应的时间。密集阵上有2根天线，它们共同作用来攻击目标。第一根天线用于搜索，确定潜在目标的方位、距离、速度、高度等信息，并将这些数据传给密集阵的计算机系统，由它分析识别这些目标。一旦它识别出有效目标，密集阵的炮口就会指向目标的方向，然后将目标移交给跟踪天线。跟踪天线的视野比较窄，所以会一直盯着目标，直到目标飞到2公里的位置，密集阵就会根据操作员的指令自动或手动开火。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密集阵是不接入敌我识别系统的，它只通过实时的雷达数据来判断目标是否构成威胁，并自动进入交战流程。虽然密集阵有一套比较正规的判断流程，例如必须满足一定的速度、航向、高度、最大和最小速度限制等等，但密集阵是有全自动模式的，
也就是所谓的火力授权超越功能。也就是说，在这种设置下，密集阵无需经过武器官确认就可以直接开火。但问题是，根据操作流程 ，FAB 功能绝不能在友军飞机经过的时候启用。这样来说，如果这架 FA-18在当天晚上恰好在低空飞过的时候，恰好格底斯堡号的武器官昏了头，按下了 FAB 按钮，这架大黄蜂被密集阵一梭子干下来，倒也不是不可能。说完了美国这边的事，接下来我们有请反方辩手，也就是胡塞武装进场发言。自去年11月以来，胡塞武装已经在红海和亚丁湾对各国商船发动了40多次袭击。胡塞武装背后的大老板自然是伊朗。虽然他们对商船的袭击并不仅限于以色列相关的船只，但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回应加沙地带的战争。自从2023年10月份以来，胡塞武装多次宣布击落美国无人机，他们使用的武器是大量的苏制防空导弹，例如萨姆6、萨姆2和萨姆3等等。尤其是萨姆6一直是胡塞武装手中的王牌武器。不过嘛，大家也知道，萨姆6这玩意儿已经是70年代的老古董了，它的有效射程最多只有24公里，采用全程半主动雷达制导。也就是说，这玩意儿一开机锁定 FA-18 的 RWR 就会疯狂报警，稍微一扭撒点拨条，做个3-9也就躲开了。目前看来，只有一种办法能够用萨姆6打下大黄蜂，那就是将导弹引导、目标搜索和导弹发射分开，将导弹发射车埋伏在 FA-18 的必经之路上，等美军机队完成轰炸任务、执行返航的时候，找准时机，先使用目视引导，将导弹发射到差不多的高度，再启动远处的照射雷达，完成末端的引导，不给 FA-18 任何反应时间。但是问题是，这种防空方式需要极其紧密的配合，失败的可能性也很高。再加上早期武器系统自动化程度低，指望胡塞培养出来一批这么技艺精湛的防空导弹操作员，还不如指望他们从沙漠里挖出来点油纸包的罗兰导弹什么的。总而言之，考虑到胡塞的专业性，以及他们在战绩方面向来喜欢吹牛逼，他们击落 FA-18 的可能性基本上等于没有。现在我们可以大概下一个结论，这架倒霉的超级大黄蜂有80%的可能是被标准2打下来的，2%的可能是近防炮有自己的想法，至于被胡塞打下来，基本上不太可能。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海军的武器在现代化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虽然美军宣称自己已经用 Link 16数据链实现了战机和航母战斗群之间的数据链路沟通，但显然由于大量历史遗留设备的存在，美军的数据链路上是存在一些薄弱的链条的。受到这些问题的拖累，即使是 FA-18 这样先进的战斗机，也可能在复杂的战斗环境下，由于操作失误、沟通不畅和技术故障，出现致命性的低级错误。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没出现人员重伤和死亡已是不幸中的万幸。至于世界其他各国，则不应该将其当成是一个偶然事件，及时敲响警钟，重新评估现有的安全系统和条例，才能避免更多的损失。